最近呢，日本核污水排放海洋对地球的生态系统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依照日本政府以及东电给出的时间表来表示呢，排污入海的这个工程他们将会持续30年左右。那将会对我们的地球产生怎样严重的后果呢？长期的排放对地球的生态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呢？人类的健康又有什么风险呢？未来的经济因为核污水的排放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30年核污染海洋的下场。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节目从今天开始会开启免费的抽奖活动，详情请看节目最后介绍哦。当年日本呢通过漫画不断的呼吁保护生态环境，却没有想到自己所在的国家却做了一个违反国际道德、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的决定，将福岛的核污染水排入了大海。那为什么要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呢？事情呢就要从2011年开始说起了。当年呢东日本海大地震以及海啸的影响呢，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至3号机机组的这个堆芯熔毁。事故发生之后呢，东京电力公司持续向1号和3号机组安全壳内呢就注水，以冷却堆芯并回收污染水。截止到2021年的3月呢，已经储存了125万吨的核污染水，且每天新增140吨。在2021年的4月9日当时的日本政府就基本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呢排入大海了。没有想到呢，在2023年的8月24日他们真的这样做了。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7月曾发布审查报告，认为排海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尽管日本也多次强调呢，核污染水已经进行了更加彻底的处理，以确保呢放射性的物质浓度降至了最低，但问题是海洋并非是日本的下水道呀。我们地球的整个海洋系统都是极为脆弱的，核污染水中的放射性物质终究还是会破坏整个海洋生态系统以及渔业资源的呀。也许有人会说了那日方强调那是核废水并不是核污染水那核污染水和核废水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事实上，核废水不等于核污染水，其本质上是大为不同的。要知道，当年遭受地震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严重的核泄漏，其核污染水呢已经接触了核反应堆的堆芯了，核辐射水平还极高。而核废水呢是指在核设施或者是核产业中处理过的水，其中可能含有放射性元素，如铀、钚、铯等。这些元素呢在核反应堆中的过程中产生，并在水中积累。而核废水通常来自于核反应堆的冷却水以及设备的洗涤水，还有放射性废液处理装置等。而核污染水呢是指在核燃料制造以及处理的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其中呢是含有放射性物质以及其他有害物质的。那这些污染水主要是来自于核燃料制造厂的化学处理过程，如铀的浓缩、燃料的制造、废液的处理等。核电站的正常排水呢需要符合严格的国际标准，经过处理以及检验达标之后呢才可以排放。而日方承认呢，福岛核污染水经过多核素处理系统处理之后呢，仍然有70%以上的超标，其中涉及了碘129、德99、铯90等多种放射性物质。而核废水中呢还含有氚、铯、铯、钴、碳等放射性元素，而其中氚呢，它的半衰期为12.3年。如果长时间侵入人体的话呢，会由呼吸道和皮肤等途径进入人体，而造成畸形、致癌等风险，还有遗传的效应。那铯90呢，它的半衰期为28.79年，如果长时间侵入人体，可能会导致骨组织肉瘤，还容易引发白血病。那铯137呢，它的半衰期为28.79年，如果长时间侵入人体呢，可能会引起软组织肿瘤与癌症，比如卵巢癌膀胱癌等等。而碳14呢是损害人体的 DNA。 而在这其中呢，日方反复宣称他们的核污水中的氚已经达到了世卫组织的饮用水标准，也就是1万贝克勒尔每升的1/7，符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排放标准1500贝克勒尔每升。然而各位朋友是否知道氚的排放标准是怎么来的吗？在一篇科学美国人的文章中就指出美国的环保署自1977年来首次制定了氚的排放标准，以放射性的活度来衡量，设定为2万皮居里。居里呢就是一种放射性活动测量单位，现在呢已经使用贝克勒尔作为单位了。当时的美国环保署制定的标准的依据是通过地表水核武器实验放射性核素呢提供的辐射的暴露，反向计算出水中氚的可接受水平。所以这个标准并非是基于实际的医学或者是流行病学而制定的健康标准，
其后呢，世卫组织以及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等制定的标准呢，也是基于类似的模型制定的。所以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又基于这两个组织使用了不同的参数，计算了本国的排放标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标准差异是极巨大的。比如世卫组织建议的饮用水的氚的浓度安全限值为10000贝克勒尔每升，欧盟呢是为100，美国为740，中国为100，加拿大呢是7000，那日本呢是为6万。那本质上讲呢，氚的排放标准都是算出来的理论值，都没有必要的测试验证对象来验证其对人体以及环境的真实影响。所以也就是说，全球也没有什么实测值，并且单纯的看浓度也毫无意义。而日本待排放的核污水呢，总辐射量高达860万亿贝克勒尔。所以说，谁愿意承担如此巨量的辐射呢？但科学美国人杂志指出呢，一些证据表明呢，氚发出的贝塔粒子呢，比高能伽马射线更能有效的引起癌症，即使皮肤可以阻挡贝塔粒子。该理论就认为呢，低能电子由于没有能量去传播那么远并分散的，所以其电离能量呢会全部在短时间内在传播轨道上分布。该理论称之为电离密度，而电离密度越高呢，其电离的作用就越强，使得人体的 DNA 蛋白质就处于不稳定的电离状态，从而就会导致癌症的风险更高。科学家就强调呢，任何数值的辐射都会带来健康的风险，即使是贝塔辐射。所以呢，别说氚的贝塔辐射内照了，外照也同样存在风险。并且呢，由于氚的贝塔辐射穿透性差，能量低，氚的放射性呢也很难检测到，这使得科学家在研究氚导致的病变呢就更加的困难。那下面呢，我们来推测一下，这个核污染水如果长时间不断的排入海洋，而且要排放30年的话，那将会对我们的地球产生怎样的严重的后果呢？第一个肯定是生态风险嘛，核污染水中含有放射性物质，可以对海洋生物造成辐射影响，破坏其生长以及繁殖的能力，这可能会导致生物的多样性的减少，以及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放射性同位素呢，可以被海洋生物吸收并富集，并进入食物链，这就导致了放射性物质在食物链的网络中不断的会传递，从而增加了食物链中的放射性污染。而高能射线和放射性物质的存在呢，可能会导致海洋生物的遗传突变，对生态系统的遗传多样性呢就构成了威胁，并破坏了生态平衡。一些海洋生物可能对放射性物质更敏感，比如珊瑚礁生态系统就非常脆弱，也会受到核废水排放的威胁。那放射性污染和温度升高的同时共同作用下呢，就使得珊瑚变白，这是一种迹象，表明珊瑚正在濒临死亡。而且放射性污染可能会导致海洋生物减少迁徙，破坏了与珊瑚礁相关的生态链，所以生态系统服务就会崩溃。而海洋生态系统为地球提供了许多关键的生态服务包括了氧气的产生、食物链的供应、碳吸收以及气候的调节。放射性污染可能会导致水中氧气含量下降，危及许多海洋生物的生存，生态系统中可能会破坏而导致了食物链的中断，损害了渔业以及人类食物的供应。碳排放的增加就是破坏的生态系统无法有效的吸收二氧化碳，而导致更多的碳排放到大气层中，加剧气候变化的问题。第二个是人类健康风险的问题长期的放射性食物进入海洋食物链之后呢，会逐渐的累积并传递给其他生物，这可能会导致食物链上层的生物呢以更高浓度暴露于辐射，增加了人类以及我们所依赖的海洋生物为食物的来源的身体暴露于辐射的风险。那核废水呢，可能会通过核污染水体和土壤，进而影响食物链中的生物。比如说，如果核废水中的放射性物质被植物吸收，那植物本身可能会受到辐射的损害，这可能会就导致了植物生长受限、叶片变色或死亡，进而影响了植物对其他生物环境的供应。那食草动物呢也会受到影响如果植物受到污染呢，食草动物比如说牛羊鹿可能就通过吃了这些受污染的草呢而受到辐射。那么这些动物的体内的辐射物质就可以累积到高浓度，并可能对其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包括细胞损伤生殖问题免疫系统异常等等。而食肉动物的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也有风险，食草动物中累积的辐射量可能会通过食物链而传递到食肉动物，因为这些食物动物吃了食草动物呢，它们的体内的辐射就可能会进一步的累积，并可能对其繁殖力、健康生存也产生影响。那人类如果吃了食物链中受污染的这些动物呢，也会受到辐射的影响，长期的接受这些辐射呢，就可能会增加患癌症、遗传突变以及其他健康风险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食物链中的辐射的物质的传递会受多个因素的影响，包括核废水中放射物质的类型、浓度、
环境条件以及生物个体所处的位置。再加上海边城市被污染的大海呢会变成水蒸气，然后再下雨呢淋到人的身上，长期以往呢也会有辐射的影响呀。有专家就警告呢，核废水呢有可能会通过地下水渗透到日常饮用水，那么未来呢干净的饮用水有可能会变成稀缺资源。那第3点呢是对经济的影响，在未来呢日本品牌呢有可能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与日系有关的所有的商品和科技产品以及文化输出呢都会陆续受到重创。一开始呢可能是国内比较严重之后呢这种违反国际道德的情绪呢可能会慢慢的蔓延到全世界。还有海景房市场呢可能会直线下滑，曾经被人们追捧的热门海景房以及海岛休闲旅游呢在未来呢都会受到影响，乃至于降价抛售，可能会跌至历史上的新低。还有由于核污染水排入海洋呢可能会导致海鲜业的受损。刚开始大家只是担忧供应嘛，但随后呢大量的海鲜业者会面临失业的困境。因为核污染水的影响呢，在未来海鲜市场、海边的餐厅都有可能关门，而海鲜生产企业呢也只能寻求别的方向发展，适应市场的变化，而导致经济的损失。这就导致了内陆养殖业呢会蓬勃发展，内陆的淡水养殖会大力发展，而肉类市场会因为海产品的萎缩呢获得大力的发展，还可能会影响旅游业。因为在未来以往繁华的沿海城市旅游业呢会遭受到严重的影响，失去繁华的景象。以往我们最喜欢的看海景在大海中游泳都将会成为奢望。届时呢东南亚的海岛旅游将受到重创，可能会出现大部分海边城市人口向内陆城市迁徙的景象。未来的净水器抗辐射食品呢将会蓬勃发展，很多企业呢会在危机中发现新的商机。美国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呢高级研究员肯布塞勒呢在2001年的福岛事故后呢曾多次前往日本，研究福岛核事故对海水造成的影响。布塞勒就认为呢，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仍然含有多种的放射性核素，因此呢，他非常不赞成核污染水排入海洋。布塞勒就说我担心我们对核污染水的总释放量还没有足够了解，我们还没有被告知这1000多个储存罐中所有不同形式的放射性的核素的完整说明。现在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了氚上。他说我认为呢，我们必须要求日方呢对所有的储存罐里的物质进行全面的说明。他们只分析了其中的20%到30%，这个数据呢而且一直还不透明。布塞勒就表示呢，目前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主要数据的依据呢就是氚，而不同放射性的物质呢在海洋中存续的方式还不同，会给海洋生物以及人类带来不同程度的危害。化学性质呢是决定污染物随水移动呢还是在当地沉积，也决定了它们在鱼或者是人的体内停留的时间，所以可能像水一样很快就会排出人和鱼的体内。但是铯137和铯134之类的可能需要数周或数月时间才能够排出。还有铯90呢会沉积在骨骼之中，它们有可能会在你摄入数年后才能够排出体外，这会造成长期的损害的。布塞勒还表示呢，目前没有证据能表明福岛核污染水中的放射性核素呢已经被清理干净了。放射性废物无论浓度的高低呢都可能对海洋环境构成重大的威胁。所以12年来呢，他说我没有看到证据表明他们能够做到清理放射性废物，因此呢他保持怀疑的态度。而核废水对海洋生态系统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破坏了生态平衡，威胁了海洋生物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为了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和确保可持续的未来呢，我们需要采取紧急的行动，减轻核废水排放的影响，并促进更安全、更健康的海洋环境。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全世界的人共同努力来解决的。希望还给我们后代一个碧蓝的大海和健康的地球。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看过的朋友给个鼓励，点赞留言支持我们一下哦。我们会从每期的节目当中抽取一位幸运的粉丝观众，免费的奖品呢就是小雨之前在节目中讲过的书籍，以及小唐抱过的娃娃哦。所以一定别忘了精彩的留言哦，没准下个幸运的粉丝就是你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